咱们讲的是什么？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你只要会听课，你发没发现我把一个知识点、语法点讲完都会讲？比如并列句讲完，并列句的考点分析；简单句讲完，简单句考点分析。咱们下节课把定语讲，我会讲定语和定语从句的考点分析。那咱们今天讲的这些知识呀，写的句子呀，在什么地方用到呢？写作用得到呀，刘老师，写作肯定用得到呀。对呀，写作。可是你猜咱们讲了4个从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外语从句，哪个是写作的马分表达？哦，不好意思，这已经写出来一个了。对，主语从句是。除了主语从句，你猜谁还是写作的马分表达？宾语从句肯定不是，是人都会写。Some people think that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Other people think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think that. 宾语从句不是马分句型。宾语从句不是，表语从句是不是刘老师？同外语从句肯定是。上一次我说你怎么猜的同外语从句？他说你刚才泄露了，刘老师，你不是说同外语从句、同外语写的作文中很好看吗？对了，所以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咱们要讲写作。写作名词性从句有4个从句，是不是？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外语从句。这4个里边只有2个满分句型：一主语从句，二同外语从句。所以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咱们要讲2个满分表达：一主语从句，二同外语从句。好，先讲主语从句，没问题吧？来，先随便举个例子，好不好？他成功的交到了朋友，使我很开心，是吧？就是他是很内向的人，突然就交到了朋友啊。主语是他成功交到了朋友，谓语是使，宾语是我很开心是宾补，对吗？我很开心，所以这句话是主谓宾。宾补很简单，主语是一个句子，要加个引导词变成从句，加 that， 因为是陈述句嘛，老师，你已经成功了，朋友们啊。That she has succeeded in making friends， 写对了吗？ That she has succeeded in making friends， 使我很开心 ，makes me happy。主谓宾，宾补，写完了。告诉我这句话给你什么感觉？主语有没有太长？刘老师，我刚才都发现那个主语从句太长了。主语从句太长了。所以大头儿子这种动画片，外国人一般不拍，他们不拍头特别大的，因为他们不喜欢头大脚轻。所以当头特别大的时候，他们都把头放到什么地方去？放到屁股后边去。所以他们通常把这个主语从句放到句末去。那把它拿走了，来装作拿走了，同学们，一拿走发现主语空了。那你不可能写成 makes me happy that she， 那怎么办？加 it 来做形式主语。所以这句话写完应该是1、2、3，张开选文大嘴走一遍。各位考研的小疯狗们，咱们考研就应该像疯狗一样奔跑。咱们说过好几遍，我告诉你什么叫疯狗？疯狗就是认准方向，周围一切诱惑都不看，真的就拼命竭尽全力的奔跑，周围一切诱惑都看不见。考研就应该像疯狗一样奔跑，同学们。所以叫你个小疯狗，对不对，同学们？你说，来1、2、3，1、2、3。It makes me happy that she has succeeded in making friends。听懂了，老师？那这样写错不错？这样写当然不错喽。但是如果你写成 It makes me happy that she has succeeded in making friends， 更好看呀。好，再来一个，女人总是对的是一个常识。所以我跟我老公吵架，吵到什么时候都在赢。但是也会知道自己错，所以男生真的不要跟女生吵架。这个女生她天生就是对的，女人总是对的。从句充当主语，谓语是，表语是一个常识，主系表结构，主语是由 that 引导的一个从句在做主语，所以写完应该是 Ladies tend to be right is common knowledge。刘老师，快加 that！ 哎呦，你已经成精了，朋友们，可以啦，可以啦。但是你这一堆做主语给人的感觉头也太大呀。所以我们写成了1、2、3 ，It is common knowledge。这为什么不加 a？ 因为 knowledge 不可数名词呀。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ladies tend to be right。翻译成显而易见，女人总是对的。常识不就是显而易见吗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ladies tend to be right。好，所以主语从句的满分句型已经讲完了。主语从句在写作中的满分表达就是使用 it 做形式主语，把真正的主语从句放到句末去。
用 it 来做形式主语。所以我给同学们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常考到的主语从句。第一个是，这什么意思？它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同学们，你不用看后面这些字儿，你就自己说嘛。一件事儿已经被普遍的接受了。大雁是个美女，你们都普遍接受了，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呀。好，这个什么意思 ？self-evident 不就是说过了吗？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呀。common knowledge 显而易见，常识不就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吗？这什么意思？普遍都同意刘小燕是个美女了，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呀。It's my belief that 不要翻成显而易见，什么意思？它是我的观点。It's my belief that 大雁是个好老师。翻译成我认为，所以 It's my belief that 就等于 I think that 我认为。It's my belief that 就等于 I think that， 所以写作文第3段总结个人观点的时候，不要总是说总之 I think that， 总之 It's my belief that 多好呀。好，继续来。Universal 这个单词翻译成宇宙的，我这个衣服全宇宙人都在穿，普遍的、广泛的，广泛都承认了我是个美女，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呀。来，再来一遍。这件事已经被发现了 ，It has been found that 英语很重要，已经都被你们发现了，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呀。你看这个翻译成人们已经发现，不就显而易见吗？什么人们已经发现 ？It's beyond dispute， beyond 超越。上一次我说 beyond 有的人光辉岁月，超越啊，别光辉岁月了，争论，超越争论什么意思？别争了，显而易见，众所周知。所以我写了7个显而易见，众所周知，一个是我认为，也就只有第5个意思和别人不是很一样，剩下7个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同学们，你告诉我这个句型可以写到作文的什么地方？就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写到什么地方？你开始瞎说了，很多东西都是写到第一段的第1句，显而易见在图画当中怎么啦？显而易见在图表当中可以呀。写在第3段的你都瞎说，同学们，我告诉你这个句型可以写到作文的什么地方？听完以后你开心晕。如果你听过我讲4级、6级，好，一定在考前听一下我讲的4级保民班和6级保民班和考研保民班。那算了，我自己说自己讲的好恶心啊，同学们，不说自己讲的好，说自己讲的好可恶心，同学们，好不好？你可以自己听一下。我也会讲这个句型，这个句型我哪个地方都讲了，写到作文的什么地方？我说吧，我喜欢喝水，能加显而易见吗？ I enjoy drinking water， 显而易见我喜欢喝水，可以呀，刘老师。我们正在上课，显而易见我们正在上课，行不行？行呀。我爱我妈，显而易见我爱我妈，行啊。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显而易见孝敬，行啊。好，赶紧告诉我写到作文的什么地方，大声说。记笔记。本句型可以写在作文中任何一句话的前面，用来拉长句子。本句型可以写在作文中任何一句话的前面，用来拉长句子。好，写好了吗？可以写在作文中任何一句话的前面哦，用来拉长句子哟。只是拉长句子吗？不是，它本来就是写作满分句型啊。就像你的个子长得有点低。对，我戴个香奈儿的帽子，本来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帽子很好看呀，戴个帽子你看又高了10公分，对吧？它用来拉长句子，拉的也很好看呀，不是拉的不好看呀。你现在是不是心中一阵淫笑？上一次我说可以写在作文中任何一句话的前面用来拉长句子，跟他说我知道啦。我说怎么了？我要把这8个句型全部都背下来，然后作文中每句话前面写一个，每句话前面写一个，作文不就满分了吗？我们作文要求句式要多变。所以，即使同一个句型，一篇作文写完，也不可能出现2次以上的，并且一定不能连在一起。所以这8个虽然都很好，你最多就背1个而已，写在作文的某个地方、某句话的前面，还都背呢。来举个例子，同学们，积极的心态对于成功至关重要。同学们，咱们的英语1里边考过2次积极的心态，一次是水倒地了，一次是守门员把自己想得很渺小。对，我们考过这种文章，不是我瞎编的，就告诉你哈，积极的心态对于成功至关重要，是一个常识。主语是谁？积极的心态对于成功至关重要是主语，对不对？谓语是谁？是。这不就前面一堆吗？表语是谁？一个常识。主系表结构，
主语是积极的心态对于成功至关重要，谓语是，表语是一个常识，主系表结构。主语是由一个从句来构成的，引导是用 that， 因为是陈述句啊，所以你写的应该是 It's common knowledge that 积极的心态 a positive attitude， 因为态度是个可数名词，需要加个 a， 但是你不要发现一个积极的态度，对吧？积极的态度 plays a key role， 扮演重要角色在什么中？在获得成功中。来，我把黑板句子你能背下来吗？ It's common knowledge that a positive attitude plays a key role in achieving success。 对了，就这么来背，同学们。不理解不要背，没有用，同学们哈。这是一个主语从句。再来一个吧，同学们。我认为肯定不写成 I think that， 写成 It's my belief that。 It's my belief that 关于污染这个话题现在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了。It's my belief that 这是个主语从句。关于污染这个话题，先写这个话题 The topic about pollution 早就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好，这是我写的。It's my belief that the issue 问题，什么问题呢 ？About pollution 定语修饰名词，污染这个话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了。这个地方你一定写不来我这么好。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limelight。同学们，你可以认为它是个固定搭配，把它会背吧。应该被带到聚光灯里边去了。Limelight 叫舞台的聚光灯，就是当周围一片漆黑，那个光对着你，就是聚光灯。关于污染这个话题，应该被带到聚光灯里边去了。Under modern conditions 翻译成目前现在，是不是刚今天上午跟并列句学的吗？目前现在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这句话具有普及性吗？关于自信这个话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关于乐观这个话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关于污染这个话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关于是不是万能的同学们 ？It's my belief that the issue about something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limelight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可以当成一个模板句型来背，可以了吧？可以了，好不好？还用举例子吗，同学们？我倒觉得不用举了呢，听懂都行了。练习两个句子，好不好？第一个是主语从句。刘老师说讲的第二个满分句型是什么呀？那个写作两个满分句型，一个是主语从句，一个是什么呀？同外语从句呀，老师。来，同外语从句。没有人会不努力就变得优秀，这个事实总是被很多人所忽略，是吧？是总是很。主语是谁？这个事实。外语是谁？被忽略。被谁？很多人是宾语，所以这个主语是这个事实，谓语是被忽略，宾语是 by 很多人。那这个事实是什么呀？没有人会不努力就变得优秀呀，就是这个事实呀。这个事实就是没有人会不努力就会变得优秀呀，所以没有人会不努力就会变得优秀，做了这个事实的同外语。同学们，如果你的基础不够好，咱先不写同外语，咱们先把这句话的主谓宾写出来，那就是 the truth 啊 the fact 都可以，同学们啊，总是被很多人所忽略。意思忽略或者忽略 ignored by 很多人。同学们，我们那个很多人能不能抄刚才那个 oceans of 好不好？快点 oceans of people。 哇，刘老师现学现卖。对， the truth is not by oceans of people。 你看，没有人会不努力变得优秀，这显然是一个同外语从句。同外语从句跟在谁的后面呢？答，跟在这个名词的后面呀。对，是谁的同外语跟在谁的后面呀？反正同外语总要跟在名词的后面呀，只有名词后面才会有同外语呀。什么这个事实呢 ？That 好，来，没有人会不努力就变得优秀，那就是主语是没有人，谓语是变得，表语是优秀。不努力是个状语 ，without 努力，所以你写完是 that no one will 变得优秀 ，become 优秀，太好写了，太多优秀单词了。我教你一个新的优秀吧 ，outstanding， 这是我们词汇版讲的，同学们，很好记，对不对？优秀 ，that no one will become 优秀 without 努力工作 hard work。讲完了。
1、2、3，这句话写完就是 The truth that no one will become outstanding without hard work is ignored by oceans of people。可以呀。刘老师，同外语从句一定要紧跟这个名词吗？答90%应该紧跟这个名词。那我把同外语从句放到句末行不行？你肯定说不行，是不是？行啊，行，我没合韵，真的行。所以这句话有2种写法，看着黑板。来，1、2、3，你可以这样写。你看，来直接看咱们的吧。你看第一个是 The truth that nobody can become brilliant without endeavors。endeavors 也是努力，就等于我刚才写的那个 hard work。brilliant 也就是优秀的、杰出的呀，就等于 outstanding 啊。Nobody can become brilliant without endeavors. The truth ignored by a sea of people。我写的 oceans of people 比它还多呢，朋友们。你也可以这样写呀，这个事实被很多人忽略了。That nobody can become brilliant without endeavors。比如说同外语从句不是一定要放在名词后吗？别激动哈，你自己写作文记住，同外语从句一定要跟在名词后。那这种情况也对，但是你自己不要这么写。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要这么写，因为改卷老师改卷特别快，他看到有什么 people 后面加个 that 错，他就不知道怎么地就打个错，他改得太快了。那你教我这种情况干嘛？因为长难句会见到。就是咱们在分析长难句的时候，你会见到同外语从句放到句末，我们会见到。你等一会儿，但是你自己写作文就写成这种形式就行了。听懂了？对，同外语从句怎么写对？先不要写，先干什么事儿？先把这句话老老实实的把主谓宾写好，然后再把同外语从句加在它所解释的名词后。先把这个句子写好，再加同外语从句，不急。来，再来一个吧，朋友们。没有什么能够掩盖它正在变老这个事实，咱们只翻译主谓宾，不要翻译多，我听不懂。没有什么能够掩盖它正在变老这个事实。主语是谁？没有什么能掩盖它正在变老。先不看朋友们，主语是谁？没有什么就是 nothing。外语是谁？能够掩盖叫 can hide。这个事实是什么 ？The fact。对，咱基础上，咱先老老实实把主谓宾写出来，就是 nothing can hide the fact。你会写吗？不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掩盖这个事实吗？主谓宾结构，主语是 nothing， 谓语是 can hide， 宾语是 the fact。当然，你可以写成被动，这个事实不能够被掩盖，也可以，我写成了主动。那它正在变老，不就是个事实吗？那它正在变老，应该放到这个事实的后面，刘老师。这个事实在哪呢？哦，在这呢，放它的后面不就是 the fact that 它正在变老 ，she's getting old。讲完了，主谓宾结构句末跟了一个同外语从句 ，nothing can hide the fact that 同外语从句，讲完喽。再举个例子，对，咱记住不好，先写句子的主谓宾，别出错，然后再把同位语跟在那个名词后，不就行了吗？好嘞，又一句，做好准备，同学们啊！他们到处都在散播消息，说大雁是个骗子。主语是谁？他们到处不用说，一定是一个地点状语，一会儿放到句首句末都行 ，everywhere， 对不对？谓语是散播，宾语是消息，主谓宾结构。大雁是个骗子是什么？消息呀，这个消息就是大雁是个骗子呀，大雁这个骗子就是个消息呀，所以他做了消息的同外语。咱们先把他们到处散播先写出来，好不好 ？They spread 散播 spread the news 这个消息，非常简单的一个主谓宾结构。Everywhere 我还没写呢。大雁是个骗子，显然是个陈述句，用谁 ？That 大雁是个骗子会写吗 ？Is a 骗子会写吗 ？Deceiver 快点听过我讲词汇的，你炫耀的时候来临了 deceive 弟媳妇儿 deceiver 弟媳妇儿欺骗，弟媳妇儿是个骗子呀。我们词汇班讲的是加个1、2变成骗子。讲完了 everywhere 我放到句首行，放到句末行，我就放到句首了啊。Everywhere 逗号 they spread the news that 大雁 is a deceiver。对，先写好主谓宾，再加同位语你就不会错。
同位语就跟在他所解释的名词的后面呀，他所解释的名词在哪，他就写在哪个名词的后面呀。好，可以了吧？同学们，我觉得自己我不用再举例子，你已经完全听懂了，听懂了吗？来，再来一句吧。穿自己的鞋不仅方便，而且确保了一点，不用去管别人的感受。我以前讲过托福的基础语法，这是从那里边抄出来的，所以它的水平应该比明显要难一点，看见没有？这啥呀？穿自己的鞋不仅方便，而且，这是不但而且，刘老师，对，这是有不但而且并列的两个句子。咱先不说同外语好不好？这句话的主语是穿自己的鞋，不仅方便，而且确保了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不用去管别人的感受，就是这一点。这一点就是不用去管别人的感受，所以句末跟那个同外语从句装作没看见。咱们先把穿自己的鞋不仅方便，而且确保了一点先写完。穿自己的鞋 ，wearing， 1、2、3 ，my own shoes， 因为鞋一般都是几双？鞋一般都是2双吧 ？shoes， 好吧 ？Wearing my own shoes 不仅方便，不仅 ，not only。方便会写吗？你们 convenient， 这都很简单，对吧 ？Not only convenient, but also 确保了一点，确保会写吗 ？Ensure， 这个单词是确保同学吗？单词没有白背 ，ensure upon。好，咱不说同位语从句，告诉你现在写对了没有 ？Wearing my own shoes, not only convenient, but also ensure upon， 没有错呀。还说没有错，有脸说没有错吗？这是有不但而且并列的两个句子，你第一个句子都没有动词呀，大兄弟，你看嘛 ，Wearing my own shoes, not only convenient， 你连动词都没有，它怎么叫句子嘛？哎呀，是，别生气，刘老师，快！当一句话需要动词而又没有动词，永远都加 be 动词 is。第二句话有动词呀 ，ensure upon 呀。但是 ensure 的主语也是穿自己的鞋呀，是个第三人称单数。当非谓语动词充当主语，谓语动词用单数，所以 ensure 后面加个 s 呀。好，现在写对了，没有加同外语。来，1、2、3读一下。1、2、3，把背打直了，坐直了，咱们一起读好不好？考研人要积极乐观向上，你才能考得上，同学们。如果你是个被动的人，考上又怎么了呢？没有用的，同学们。你要把你的生活态度慢慢变得很主动，同学们。Wearing my own shoes is not only convenient, but also ensures upon。好，不用去管别人的感受，一听就是陈述句。That 后面是不用去管别人的感受，这句话显然没有主语。咱们听，不用去管刘小亚，没有主语，没有主语。刘老师可以一定要加主语啊，可以一定要加主语啊。无主的解决办法1加 it。这个肯定不加 it， 因为和天气温度没关系呀。they 要 be 肯定也不行，因为平常引过啊。被动，你说被动，不用去管别人的感受，就是别人的感受可以被忽略。已经成精了，同学们，非常好，非常好，同学们。别人的感受先写 the feeling， 死 of 别人 others，the feelings of others 可以被忽略 ，can be ignored。好，你写对了吗？写对的同学为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在图书馆也可以大声的鼓掌，吓他们一跳。我跟你说，鼓起来。这是有不但而且并列的两个句子。第二句话的最后一个单词是个名词，所以它后面跟了一个有 that 引导的同外语从句。Wearing my own shoes is not only convenient, but also ensures upon that the feelings of others can be ignored. 句号。好，过完了。好，这是同外语。同外语练习了好几个句子，应该有点感觉了吧，同学们？我大写的同外语不用再练了呢，还练不练？好，再练习一个，好不好？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受风雨，这个事实表明，父母不应该溺爱孩子。这是我们2001年英语一考的原题，溺爱孩子写作。主语是谁？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受风雨，这个事实，主语是谁？这个事实。谓语是谁？表明。宾语是谁？父母不应该溺爱孩子。对，咱们不先写同外语从句，因为咱们基础不好。
我基础不好，你基础好你写嘛，我写不来，我基础差得很。The fact 这个事实表明 shows。宾语显然是个从句呀，父母不应该溺爱孩子，写成宾语从句呀，引导是用 that 呀，父母 parents 不应该 should never 溺爱孩子 spoil their children。好，可以了。这是一个主谓宾语从句。那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受风雨这个事实，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受风雨是个事实的同位语啊。那它放到事实的后面呗。哎，我再补上不就行了吗？我开始不熟，我后来熟了在一起写呀。The fact， 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受风雨，显然是个陈述句，所以引导词还用 that。The fact that 温室里的花朵，可不是一朵花呀，所有温室里的花朵都是要 flower in the 温室会写吗？不会写温室你就写 in the house， 我会写温室叫 greenhouse。当年很多同学写的是 hot house 暖房子，把花都烧死了吧。That flowers in the greenhouse 不能经受风雨 ，feel to 经受忍受会写吗 ？suffer 对 suffer 都可以教那个新单词，朋友们 endure， 风雨应该不是一个风雨，叫 storms。好，讲完了，这句话咱们一起读完就应该是 The fact that flowers in the greenhouse fail to endure storms shows that parents should never spoil their children。句号。所以这句话写出来特别的感动人，因为在这么长的句子里边有两个从句，第一个是有 that 引导的同外语从句，第二个是有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好，咱们书上是这样写的，所以个别单词跟书上不一样没关系，同学们不用纠结那么多哈。好，咱们书上的表明写的是 indicate， 我写的是 show， 都一样。哦，你还写成被动流老师好厉害呀！对，写成被动当然更好了。咱们不说了吗？所有的主动句都可以写成被动啊。孩子们不应该被溺爱，被他们的父母，是比刚才写的更好看一些。对，你慢慢写着，你的水平就提高了。好，都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会背、会读，最起码会熟读，好不好？好，从外语从句咱们再练习一句话不练了，因为这种一直练下去也没必要，你都听懂了是不是？来吧，中国的小学教育是否应该引入英语？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告诉我主语是谁？这个问题，谓语是谁？已经引起。宾语是谁？广泛的关注。这是个主谓宾结构。如果没有同谓语，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这个问题 the issue 已经引起，现在完成式 has caused 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 wide attention， 没问题吧，同学们 ？attention， 什么这个问题呢？好，中国的小学教育是否应该引入英语？那可以写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是否 whether 刘老师，你差点说错，对 whether， 您写成主动也可以啊。中国的 whether 中国的小学应该引入英语，如果你写成被动就更好看了。whether 英语应该被引入到中国的小学中去。那咱们写成被动吧，刘老师？对，写成被动更高端，直接看我们写的答案好不好 ？The question 这个问题，写成 issue 也可以吗？都是问题。whether 快，英语应该被引入 into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中国的小学教育。已经引起谓语是 has caused， 宾语是 a wide-ranging discussion 都可以。已经引起了一个广泛的 range 范围，广泛的范围的讨论了，不是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了吗？这句话的主语是 the question， 谓语是 has caused， 宾语是 a wide-ranging discussion， 主谓宾结构，主语后面跟了一个 whether 引导的同位语从句，并且写成了被动，多么感人啊！英语 whether 英语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已经引入过了，我女儿小学1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好，过去了。主语是 the question， 谓语是 has caused，
宾语是嘿嘿嘿嘿，这个地方是个同外语从句。为什么用 whether 不用 that 呢？因为你写的很清楚，中国小学生是否应该引入教育，是否都写出来了 ，whether 呀。好，没问题了吧？还有必要再做一道吗？咱们说这还有一个，可以吗？把最后一个写了，好不好？他在文城待了多久？这个问题至今都是一个谜。所以你知道这是哪个吗？这是余华写的一本书，叫《文城》。我看过余华写的很多书，我觉得《文城》这本书写的非常好。哎，写的真的非常好，你可以看一下这本叫《文城》。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学生送给我的，那个学生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去讲座，他说刘老师送你一本书，写的非常好，叫《文城》。不讲情节，你可以看一下。主语是这个问题，外语是，表语是一个谜，至今还是放到句末，是个状语啊，刘老师。这个问题 is a mystery， 哪个问题呢？他在文城待了多久？引导词肯定不是 that， 待了多久 ？How long？ 所以应该写的是 the question 或者 the problem。对，这个地方应该加个同位语，对不对 ？How long he has stayed in 文城，这是他自己编的一个城。The question how long he has stayed in 文城 is still a mystery. Is still a mystery. 谜。好，这句话的主语是 the question， 这句话的谓语是，表语是一个谜，主系表结构，主语后面跟了一个 how long 引导的同外语从句。好，不再解释了。同外语从句的练习到此结束，咱们已经举了7个例子了，你回头一定要复习一下再去听。所以咱们讲的是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一是谁？大声说。写作，写作里面有几个满文句型？2个，一个是主语从句，就是it点点点在的句型，一个是同外语从句。如果你学的没有那么好，先不要写同外语从句，先把这个句子的基本结构写完，然后再把同外语从句加在它所解释的名词的后面。好，说完了。好，写作讲完了。那刘老师，你讲的名词性从句跟考研英语还有什么有关系的？长难句分析呀。这写作讲完了，2长难句分析呀。很多长难句分析里边都有主语从句哟，宾语从句哟。所以咱们开始讲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在长难句中的使用。长难句分析，所以我们第一个讲的是如何识别主语从句，2如何识别宾语从句，3如何识别表语从句，4如何识别同外语从句。所以长难句分析咱们要讲4块。如何识别主语从句，讲得很清晰，课一点都不乱，对不对？写作当中只有2从句是写作满分句型，主语从句，2同外语从句。但是长难问句分析，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外语从句都会考到哟。好，如何识别主语从句？来，一起记笔记，告诉我主语从句怎么来识别呢？好，那我们怎么来识别主语从句呢？同学们，你来想一下，咱们前面讲了那么多主语从句，所以主语从句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东西？见到谁？比如说这句话，见到谁？见到有引导词放在句首，就一定是主语从句吗？如果一定是，那就简单了，就只要见到有引导词放在句首，就一定是主语从句啊？那可不一定，也可能是状语从句呀，因为状语从句也可能放在句首呀。能放在句首的从句只有2种可能性：状语从句，为什么？因为状语的位置非常灵活，随便放；2主语从句，主语在最前面呀。那定语从句可能放在句首吗？不可能，因为定语从句一定放在名词后的呀。同外语从句一定在名词后的呀。宾语从句一定在实义动词后的呀。表语从句一定在系动词后面的呀。哦，听懂了，刘老师。那如果是状语从句，不也有可能吗？对啊，有可能啊。但是你没发现状语从句后面有个逗号吗？当我爱上你的时候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逗号 ，I will marry you。所以当状语从句放到句首，应该有个逗号呀。那听懂了，老师？只要出现在句首的从句，只有2种可能性：状语从句，2主语从句，对吧，刘老师？对。状语从句放在句首用逗号，主语从句放在句首有逗号吗？显然没有啊，咱们举了很多例子呀。主语和谓语之间怎么能打个逗号呢？所以怎么识别主语从句？记笔记。
只要见到有引导词放在句首，并且从句后没有被逗号隔开，通常都是主语从句。懂了吗？只要见到有引导词放在句首，并且从句后没有被逗号隔开，通常都是主语从句。写好了。除此以外，告诉我除此以外见到谁也通常都是主语从句。见到谁？快点，干着说一见到谁 ？it 点点点 that， 对吗，同学们？除此以外，只要见到 it 点点点 that， 通常也是主语从句。请注意，我没有说一定是，因为还可能是强调句型的，因为强调句型也是 it 点点点 that。对，刘老师。那它什么区别？请你不要问，我讲到强调句型我会讲，在我没讲之前你就装作从来没有听过都行了。那就是没听过强调句型呗。对，除此以外见到 it 点点点 that 也通常都是主语从句，对吗，同学们？听懂了，刘老师。那这也是主语从句。刚才那个只要见到有谁放在句首，只要见到有引导词放在句首，并且从句后没有被逗号隔开，也是主语从句。见到 it 点点点 that 也是主语从句，别动。那刘老师，这种情况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哪结束呢？我知道这是个主语从句呀，你看这中间没有被逗号隔开，是个主语从句，但是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哪结束呀？对，到哪结束呀？好，记笔记，同学们记。第一种情况，主语从句从句首开始。第一种情况，主语从句从句首开始到哪结束？不要说到谓语之前结束，这也是谓语呀，怎么不到它前结束呢？一定是哪个谓语？对，第一种情况，主语从句从句首开始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主语从句到主句的谓语动词听懂了，老师。那谁是主句的谓语动词呢？前面没有引导词，那你动词就是主句的谓语动词呀，刘老师。听懂了。那第二种情况，主语从句 it 点点点 that， 那主语从句从谁开始呢？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哪结束呢？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哪结束呢？他们你听哈，什么叫主语从句的后时都是？听好了。当一句话的主语特别长的时候，放到句首不好看，外国人说把它放到句末去吧，加 it 来做形式主语，所以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哪结束？到句末结束呀。第二种情况，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句末结束 ，it 只是一个形式主语而已。好，听懂了？听懂了还说什么呀？就举例子了呗，同学们。好，来第一种情况，请看黑板。一看有引导词放在句首，中间没有被任何标点符号隔开。好，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了，到什么地方结束？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这句话有两个动词，一 are moving 显然是从句的谓语动词，因为 are moving 前面有 that。那 is 前面就没有引导词了呗？那刘老师 is 前面也有 that， 一个词儿配一个，所以 are moving 是 that 是它的引导词，就不能再做 is 的引导词了。主语出来喽，谓语是 is， 表语是 beyond dispute， 介词短语做表语。now 是个时间状语，位置非常灵活，放到这个位置也行，放到句首也行，放到句末也行。主系表，从句是由 that 引导的一个从句来做主语的。那翻译呗，主系表结构，主语是。这句话太简单了是吗？不要翻成盘子，同学们，这篇文章讲的是地球的板块的漂移，所以翻译成板块正在移动是显而易见的。好，这句话翻译成板块正在移动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你也可以翻译成显而易见板块正在漂移。好，很简单，来个有点水平的吗，同学们？开始了啊！见到什么了？赶紧判断这是不是主语从句，怎么判断的？it 点点点 that 呀，刘老师 ，it 点点是主语从句，主语从句从 that 开始到句末结束，这不是刘老师说的吗？谓语是 has been known。has 是个助动词，帮助构成现在完成式 ，be 也是个助动词，帮助构成被动。真正的谓语的核心词是 known， 所以这句话是个主谓结构。主语从 that 到句末结束，谓语是 has been known，long 是个副词，
做状语。啊，听懂了？主谓结构，主谓结构。那这个主语怎么那么长？好，咱们来看看主语怎么那么长。走了哈。Total sleep deprivation is 100% fatal to rest。刘老师，这个主语从句是个主系表结构，你看谓语是 is 吗？你没看完，你看完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is 100% to rest. Yet, upon examination of dead bodies, the animals look completely normal. 所以这个主语从句不是一个句子，是有 yet 并列的两个从句共同充当主语。第一个句子的谓语是 is， 所以它是主系表结构。第二个句子的谓语是 look， 也是个系动词，又是个主系表结构。主语是 the animals， 谓语是 look， 表语是 completely normal， 主系表结构。所以主语从句是由 yet 并列的两个主系表结构共同充当主语。谓语是 has long been known， 所以它是个主谓结构。主语是由两个从句构成的哟。都是主系表哟。好，已经看得很清晰了，框架结构又看得很清晰。好，来开始翻译吧。比如说，长期以来都被知道，长期以来都被知道，不就是显而易见吗？长期以来显而易见，长期以来众所周知，对不对？比如说，长期以来众所周知什么啦 ？Total 完全的睡眠的 deprivation， 刚刚见过叫 deprive 剥夺掠夺。完全的睡眠的剥夺是100%的fatal，认识吗？咱们词汇版讲的肥头，头很大，是不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病，叫大头病？致命的严重的就是完全的睡眠的剥夺是100%的致命的。对于老鼠来说，连到一块就是对于老鼠来说，100%的睡眠的剥夺，完全的睡眠的剥夺是100%的致命的。但是upon examination of the dead bodies， 通过检查这些尸体，那个老鼠死了嘛？但是通过检查这些尸体，这些动物看起来完全的正常。但是通过检查这些尸体，这些动物看起来完全正常。也就是因为不让它睡觉，老鼠会死去。死的老鼠做解剖的时候会发现它们完全正常，看不出来任何问题。好，连到一起，张开嘴啊！比如说，长期以来众所周知，咱们这篇文章讲的睡眠的重要性，所以人真的需要睡觉，同学们。再重说哈，不好意思，岔题了。比如说，长期以来众所周知，完全的睡眠的剥夺对于老鼠来说是100%的致命的。但是通过检查这些尸体，这些动物看起来完全正常。好，没问题哈。